书接上回，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这3名真灵所化怪兽均都感到法则之链的吞噬越来越快起来，而他们暗中早施展了无数神通秘术来抵挡，却丝毫效果没有，反而隐约加快了法则之力的侵蚀。这一下，三兽真的开始心慌意乱起来。照这样下去，等到法则之链的正式反噬到来时，他们的实力恐怕早就被削弱到10不足1的地步，怎可能还有丝毫生还的机会？巨雀和牛首怪兽脸色都开始阴晴不定的变化起来。鹿首熊身的巨兽见2位同伴神情动摇，面色骤沉，向他们低吼一声，提醒莫要轻信那番言语。说话间，他下意识拽紧口中锁链，顿时法则波动隐隐散开。双手牛身的龙鳞怪兽语气迟疑，表示虽不至于为真魂丹背弃约定，但对方提到的法则之链反是关乎性命，却需慎重考虑。另一只笼罩在灰焰中的剧情也目光闪动，附和道：他们虽与角赤族立有上古契约，却也不能因此葬送自身，此事须得重新商议。鹿首熊身巨兽沉默片刻，似有无奈的叹息一声，突然向2兽传音，称另有一项对彼此皆有利的提议。他同时挪动身躯，缓缓朝最近的灰色巨雀靠去。灰色巨雀眼中厉色一闪，立即喝止，令其停在原地说话即可。鹿首熊身巨兽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反问对方是否已信不过自己。灰色巨雀嘿嘿一笑，称并非如此，只是此时保持距离更为妥当，并转头询问双手牛兽的看法。双手牛兽原本干笑着想打个圆场，话音未落，他所咬住的紫色锁链猛然一颤，一股狂暴巨力汹涌袭来，不仅震散了他后续的话语，更令其口喷鲜血，再难作声。此兽出其不意的一声惨叫后，就被口中紫金锁链硬生生挣脱而出，正想大惊的大口一张再一咬而去时候，忽然头顶处一声冷笑传来，接着只觉空中一黑，一只巨山般血色大印竟丝毫征兆没有的在其头上近在咫尺地方浮现而出，并在无数金银符文缭绕中一压而下。此兽大惊失色，再想躲避明显来不及了，只能一声怒吼后，身躯骤然一长数倍，2只大手一下化为漆黑巨蹄的往血色巨印一击而去。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2只巨蹄方一接触血色巨印的瞬间，立刻化为粉末的爆裂而开，其肉身和体内神魂随之在血光狂闪几下后，当即也寸寸碎裂溃散。这时，血色巨印上方才波动一闪，黑袍青年面带冷笑的闪现而出。与此同时，原先被层层紫金锁链困于3兽之间的另一黑袍青年，身形忽如幻影般无声消散于风中。那巨大灰雀目睹此变，惊得魂飞魄散，失声尖叫道：这绝无可能，法则之链怎会被挣脱？他慌忙吐出锁链，双翅猛震，化作一道辉光向后急退。却听一声闷响，一只生满黑毛的巨掌如拍蝇般迎头击来，灰雀猝不及防，被硬生生扇回空中，连翻10数跟头才勉强稳住身形。此时鹿首熊身的怪物缓缓收回手臂，面上掠过一丝狰狞。灰雀晃了晃仍在发晕的头颅，终于醒悟，惊怒交加地喊道：杨鹿，你疯了！原来你早已投靠对方，连法则之链也做了手脚，现在明白已经迟了。鹿首巨兽冷然不语，血印上的黑袍青年却阴森一笑。灰雀心直往下沉，一边惶然求饶，表示愿臣服为灵仆，一边向后退去。黑袍青年却寒声道：自己只带了一枚真魂丹，仅能携一人返回仙界。他转而命令杨鹿斩杀灰雀，以此作为归顺的首个考验，胜者方有资格成为灵仆。此言一出，杨鹿脸色骤变，而本已绝望的灰雀眼中陡然迸出凶光，望向昔日同伴的目光里顿时涌满了疯狂与嗜血。2者互望片刻后，几乎同一时间各自一声大喝，一个骤然间体型狂长100倍，体表一下浮现一件长尖刺的土黄色厚甲，另一个则双翅一抖，体表灰色灵焰一下化为漫天火雨，直奔对面狂卷而去。在2者身形晃动中，轰鸣声、爆裂声一下响彻整个空间。黑袍青年见此，嘿嘿一笑，一个转身后，整个人连同身下血色巨印一下没入身后，虚空中不见了踪影。噗的一声，黑袍青年在一阵空间波动中出现在了雷鸣大陆上一片坑坑洼洼的乱石堆上空，手中却托着一只微微颤抖的墨绿色小瓶，并四下扫视了一番。他见四周空空如也，任何一人也没有后，冷笑一声，袖袍一抖，当即化为一道金红冲天走。小半日后，金光在一座看似普通的小山上一落而下，青年一现形而出后，就将手中墨绿小瓶往身前一抛，顿时此瓶一个倒转，瓶口朝下霞光一卷，一个高大人影摇摇晃晃地闪现而出。虽然浑身伤痕累累，战甲也大都破裂而开，但赫然正是那鹿首熊身的怪兽。我猜的没错，果然还是你活下来了。黑袍青年扫了怪兽一眼，淡淡的说道。杨鹿参见主人，鹿首怪兽则二话不说的一下半跪在了青年面前。很好，你很识趣，也很有胆量，要不是你率先投靠我，我倒也不是这般容易脱困的。尽管放心，既然你做到了我要求的一切事情，我自然也不会毁约的。真魂丹一定会赐给你，也一定会将你带回仙界去。
不过在此之前，将你部分主魂交出来，先签下灵仆契约再说，也好趁机帮你斩断和此界的一切联系。黑袍青年面无表情地说道：“是，主人。”杨璐只是略一迟疑，就大口一张，喷出一团淡绿色光团来，里面隐约有一只缩小无数倍的鹿首小兽正在扬手咆哮什么。这也算是便宜你了，只要在这张仙灵宝剑上定下契约，你就可不受界面之力影响，进入仙界而无什么后顾之忧。我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年来重新祭炼一番此宝的。黑袍青年盯了光团一眼，同样一张口，喷出了一张霞光万道的金色书卷来。放开你的心神，不用抵抗，否则会发生什么事，请我可不会保证的。黑袍青年口中说道，单手一掐诀，一根手指冲金卷飞快点指了些什么。下一刻，金卷表面霞光万道，从中一下飞出无数金篆符文，一个闪动下，纷纷没入光团中，围着里面迷你小兽团团旋转飘舞起来。一声低吼，鹿首怪兽一下双手抱头的面现痛苦之色，一时间感到有无数东西往自己神魂中狂钻而去，让其一下明白了金卷效用以及所要订立灵仆契约的大概内容。此兽强忍痛苦，仔细看过一遍后，心中却骤然一松起来。按照上面契约所讲，身为灵仆固然要受人驱使，但是在面对一些危及自身性命的命令时，只要付出一定代价，也并非一定执行不可的，并且此契约也并非永久性的，上面同样列出了解除契约的一些条件。虽然看起来苛刻，但也似乎并非毫无希望的事情，这让此兽心中暗喜起来。黑袍青年似乎也看出了此兽心中所想，面上神色不变，但心中却冷笑不已起来。当全部看完契约内容，觉得真并无问题，并且远比想象中的宽松多后，杨璐当即再无任何迟疑，将心神一放而开。同一时间，光团中小兽体表的抵抗之力一消失后，那些金篆符文再纷纷一闪的没入其中。杨璐本体一颤之后，就此双目一闭的直接翻身栽倒。这时，黑袍青年才不慌不忙的大袖一卷，霞光一闪的将金卷一收而回，包裹小兽的光团这才移动的一飞而回，重新没入杨璐身躯中，不见了踪影。不知过了多久后，当此兽微颤颤的重新站起身来的时候，感觉整个神魂看似和以前一般无二，但又能隐约感应到有一种莫名的束缚之力掺杂其中。看来这就是那金卷上的契约之力了。他当即暗叹了一口气，向黑袍青年再大礼参拜一下。黑袍青年仍笔直地站在原先之处，仿佛从来都没有动过的样子。好，既然你定下了契约，我答应的东西自然也不会不给的。青年淡淡说道。话音刚落，杨璐身前波动一起，凭空多出一颗鸡蛋大小的金灿灿丹药来。此丹药看似死物，但表面金芒夺目，有丝丝乳白色锐气围绕其盘旋飞舞，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檀香之气从中一散而出。杨璐只是闻了一下，当即就觉神魂舒泰无比，整个人都有一种植入九霄的飘忽忽的感觉，当即不禁又惊又喜起来。这就是真魂丹，你可以马上服下，也可以等以后带你返回仙界前再服用。我若是你的话，就会选择后者的。此丹固然能改善你的神魂之力，同样也会让此界法则之力对你也产生排斥之力，让你实力大受到影响的。黑袍青年又徐徐说道：“是，主人，小的还是以后再服用吧，这样也能为主人多提供一些弊处。”杨璐在略一犹豫后，还是恭恭敬敬的这般说道。接着他再一张口，喷出一个紫红色木盒后，用手一点金丹，小心的将其收进了其中。下面我会进入秘宝中暂时休养一下，你就在外面好好守着，直到我出关就行了。黑袍青年先满意的点点头，不客气的吩咐起来。杨璐虽然一怔，但马上恭答应一声。黑袍青年则身躯一扭，化为一团光球向高空中墨绿小瓶激射而去，并一闪即逝的没入瓶口中，不见了踪影。一声轰鸣，小瓶表面霞光一卷后，竟重于千斤般的直往下急坠而去，直接没入泥土中，并一直坠到小山的山腹深处，才一闪的静止不动起来。杨璐见此情形，不敢怠慢，单手掐诀，体表黄光泛起后，也无声的没入泥石中。当其一个模糊的出现在绿瓶附近处，只是四下望了一眼，就神色木然的盘膝而坐起来。小瓶空间中，黑袍青年一闪的再次出现之后，只是稍微打量了一下因为先前大战而变得有些狼藉空间后，眉头微微一皱，袖子一挥，顿时四周雾气滚滚一阵变化后，先前一切痕迹就全都虚影般的被一抹而去。黑袍青年再单手一招，天空中亮光一闪，一朵七色彩云浮现而出，并一闪的飞射而下。噗的一声，彩云一下化成一团光蒙蒙蒲团，不动一下停在了其近前处。青年身形一个模糊，无声的出现在了蒲团上，盘膝坐下，双目一闭的开始神念内视起来。真有些麻烦了，先是被脚吃足几个家伙的法宝自爆伤了一些元气，后又被法则之力折腾了一番，看来这一次没有数年许时间是没有办法将体内伤势抹去了。不过好在这次下界除了那符箓外，祖师爷还将这件东西的仿制之品赐了下来，虽然据说还不足正品的1/1000玄妙，但也让我休养时间足可缩短10倍以上了。黑袍青年在一睁开双目后，面露一丝诡异的喃喃几声，
随之就见他一掐法诀，口中念念有词。忽然整个空间微微一颤，四周虚空绿蒙蒙，霞光一卷，隐约无数灵花异草虚影在四周接二连三的浮现而出，并转眼间密密麻麻，几乎遍布整个空间每一寸地方。整个空间都变得灵气盎然，仿佛一下活过来了一般。黑袍青年口中法诀一停，单手虚空一抓，手中墨绿之光一闪，一个墨绿小瓶虚影竟在手中凝聚而出，并一抖的往高空一抛而出。小瓶虚影一闪的往高空激射而去，转眼间没入云雾中，不见了踪影。雨来！青年体表金光狂闪下，神色凝重的用一根手指冲高空一点后，一声低喝出口，一声闷响，高空云雾翻滚，一个直径100丈的巨型瓶影凭空浮现而出，并一个倒转的大口朝下。噗的一声，巨大瓶口中一下涌出潮水般的绿色液体，并迎风一散的化为瀑天淋雨而下。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空间那些灵花异草被这淋雨一浇灌后，竟以肉眼可见速度飞快长大。转眼间，一朵朵碗口大菊花，一株株小树般灵草虚影入目皆是，并且这些灵花异草全都比以前清晰凝实了大半，散发着惊人之极的药香之气，几近食物一般。黑袍青年见此情形，毫不吃惊，反而手中法诀一变后，四周灵花异草中纷纷飞出了一缕缕蕴含药香的清气，万川归流般的齐往其身上一涌而去。青年深吸一口浓浓药香后，就在清气包裹中徐徐闭上了眼睛。这时，高空中的巨大瓶影才砰的一声自行的溃散消失。半年后，黑色巨舟出现在天渊城上空时，城中人妖两族纷纷为之沸腾。两族长老尽数恭谨地迎出住处，赶往舟上拜见，并以最快速度将消息传给在附近隐居的莫简离。韩立简单召见了几名合体修士，让舟上人族自行选择去留后，便带着愿留下的小灵天人族修士在圣舟中静候莫简离的到来。1日后，一声朗朗长啸从远空传来。正在船舱中与南宫婉交谈的韩立当即起身，笑着说：“莫兄已到，让南宫婉随自己一同迎接。”南宫婉这些时日已从韩立处听说过这位人族大成的事迹，闻言莞尔，表示正好一见风采。韩立哈哈一笑，袖中青霞一卷，携着身旁之人化为青光射出舱外。片刻后，巨舟前方甲板顿光一闪，韩立与南宫婉并肩而立，向远处望去，只见笑声未绝，一道白虹倏然闪现，以不可思议之速急射而来。几个闪动间，已模糊出现在巨舟上空。白虹盘旋一脸，现出一名精神矍铄的老者。老者目光扫向下方韩立，含笑问候他近日可好。韩立拱手还礼，说自己此番外出虽不长，却总算达成夙愿，寻回了在人界的双修伴侣，并唤南宫婉上前拜见。莫简离闻言不免惊讶，望向南宫婉。南宫婉脸认一礼，恭敬表示虽困于小灵天，却多次听夫君提起前辈，对人族全靠前辈独立支撑，深感钦佩。莫简离连称客气，请他起身，说与韩道友既是至交，不必如此拘礼，今后平辈相称即可，若不嫌弃，便唤一声莫兄。南宫婉嫣然一笑，知对方与韩立交情匪浅，也未多推辞，一言称了一声莫兄。莫简离闻言喜笑颜开，略一思忖，便从身上取出一只淡银色玉盒，轻描淡写的表示既以兄妹相称，初次见面不可空手。他正好新得一套108根的玄女碎阴针，颇为玄妙，算是难得的顶阶宝物，便赠与弟妹做见面礼。南宫婉见识广博，一听便知此宝非同小可，称谢后上前双手接过银盒，当场打开验看。只见盒中整齐排列100余枚数寸长的黑色细针，每一根皆纤细而金光流转，丝丝寒气透出，神念烧处近4倍，寒意洞彻。南宫婉心中一惊，明白此宝珍贵远超预料，欣喜的再次道谢，才小心将银盒收起。韩立在旁含笑观看，并未出言，让南宫婉推拒。待客套几句后，韩立神色一正，邀莫简离入内详谈，说自己此次外出前往血天大陆，颇长见识，更有一个好消息与一个坏消息要告知对方。莫简离心中微凛，面上却无异色，点头应下。韩立侧身与南宫婉引莫简离回到船舱大厅，三人刚落座，莫简离便直接问起所谓好消息与坏消息。韩立微微一笑，反问莫简离想先听哪个。莫简离苦笑一声，表示为了先有好心情，自然先好后坏，纵使坏消息再糟，有好消息垫底，也能多高兴片刻。韩立遂不再绕弯，说自己此番离族，除为寻回困于小灵天的南宫婉外，亦为救助一位被困血天大陆多年的人族道友。好消息便是，这位道友现已脱困，且机缘巧合下，不久前已进阶大成。莫简离原本稳坐椅上，闻言噌的起身，又惊又喜地追问韩立是否当真。韩立从容回应，表示此人乃他亲自救出，岂会有假？只是对方境界未稳，兼有特殊缘故，仍需在血天大陆停留数年，方能返回族中。莫简离开怀大笑，说人族能多一位大成，晚归些又何妨？随即询问这位道友姓名，是否相识。
韩立略作沉吟，缓缓道出：“这位仙子当年离族时已是合体境界，名为冰魄，想来莫兄应当有印象。”莫简离略一回忆，便恍然记起冰魄仙子亦为飞升仙人，当年进阶合体时，敖笑道友曾提过一次，未料多年未见，他竟已走到这一步。韩立颔首称是，说自己与冰魄道友也算有渊源，未料其真能进阶大成，但这对人族而言实为可喜可贺之事。莫简离欣然附和，说人族史上从未同时出现3名以上大成，而韩老弟更是大成中的顶阶强者，神通足以力敌数名同阶，以此实力，人族大可光明正大扩张领域，称霸一方。韩立听了却神色微凝，说此时并非扩张领地的好时机。莫简离讶然皱眉，追问缘由，以人族如今实力，夜叉、木族等异族已不堪一击，韩立还有何顾虑？韩立肃然道：“这便牵扯到接下来要说的坏消息了。”莫简离心中一紧，说自己方才只顾欣喜，还未听坏消息为何？难道事态严重？韩立苦笑摇头，说何止严重，若稍有疏忽，甚至可能导致人族全族消亡。莫简离脸色大变，即让韩立快讲来。韩立神色凝重，说自己并未亲眼所见，消息多来自赫连商盟，但离开血天时，整个大陆因此是人心惶惶，却是不假。此事牵扯一名疑似降临的真仙，因事关重大，他毫无隐瞒，将所得关于血祭与仙人之事从头到尾详细道出。最后韩立说道，自己暂因明尊联手提议，若真有机会镇压那位真仙，恐怕不得不全力出手，毕竟若对方真找上人族，单凭一族之力难以对抗真仙。他询问莫简离见多识广，是否有其他想法。莫简离听得目瞪口呆，脸色阴晴变幻片刻，才深吸一口气，说真有真仙现身灵界，实属不可思议，此事太过重大，请容他多思量片刻再做回应。韩立自然应允，转手请南宫婉备些灵茶。南宫婉一直静坐旁听，此时温婉起身，说愿亲自沏一壶小灵天特有的灵茶，请莫兄品尝。韩立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于是南宫婉冲莫简离微微一礼后，婀娜地退出了大厅。片刻功夫后，一壶仿佛琥珀般的灵茶被一个洁白如玉的圆盘托起，被送到了大厅中。南宫婉亲自动手，分别给韩立和莫简离各倒上一杯后，才嫣然一笑的再坐回了位子。这时莫简离似乎想到了什么，终于凝重的开口。他表示自己刚才细想了一番，还有一事不明，不知韩立是否知情，或者赫连商盟那边是否有所提及。韩立神色一动，让他尽管道来。莫简离深吸一口气，既然能肯定对方是降临仙人，那么对方来灵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认为界面早与仙界断了联系，仙人以真身强行降临，不仅要承受界面法则压制，更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若说对方只是无意间掉落此界，他是不大相信的。韩立摇了摇头，说自己还真不清楚此事，也未从赫连商盟得到过类似消息。除了那些已然陨落的道友与被血祭的各族生灵外，似乎根本无人能接触此仙，更别提探查其下界目的了。莫简离摸着胡须嘿嘿一笑，说若自己是商盟主事之人，定会不惜代价去查清此事。韩立点头称是，表示会立即将此建议转达给明尊，看看能否有所进展，但坦言机会恐怕不大。莫简离却坚持说，机会再小也当争取，只要弄清对方下界目的，多半就能掌握其弱点，无论是与其相争还是谈判，皆可善加利用。他又慎重地问韩立，除了此事，是否还有其他有用建议？韩立追问老者是否想到了别的什么。莫简离沉吟片刻，问起韩立先前提到有2位相识之人与此仙结仇，被一路追杀至雷鸣大陆后下落不明之事，是否属实？韩立轻笑一声，说明尊亲口相告，应是不假。他坦言，这2位旧时皆非人族，一位是至交好友，另一位却敌友难辨。莫简离缓缓说道，既如此，韩立最好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纵然不知他们如何与此仙结怨，但若能掌握其行踪，人族也能多一分主动。韩立眉头一皱，问莫简离是否意指必要时将他们当作诱饵。莫简离冷笑一声，说若那名真仙真追着他们找到丰原大陆来，那2人又能躲到哪里去？无论为保他们性命，还是为将此仙引至某处，2人恐怕都不得不充当诱饵。他推测赫连商盟的明尊道友多半也有此意，才会明言告知此事。韩立沉吟许久，才点头表示诱饵之策在血天似乎已用过一次，是否奏效尚未可知，此事容后再细商。不过若那2人真来人族寻求庇护，于情于理也应会自愿配合行动，只是眼下要联系他们并非易事，带回去后自会吩咐门下去办。莫简离说，2人若愿配合，自是最好。至于那名真仙是否会上当，韩立倒不必过于担忧，对方敢血祭上亿生灵，其肆无忌惮可见一斑，或许根本未将下界修炼者放在眼中。纵之是圈套，他也会毫不在意地踏入。他只希望这位真仙的目的无需踏上丰原大陆，否则纵使韩立等人联手能胜，也必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各族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
毕竟对方是货真价实的仙人。韩立沉默片刻，也叹息着表示赞同。以这位真仙深不可测的神通来看，计谋一类却无大用，只盼事态不至真发展到那一步。莫简离点头说，韩立答应，联手大体无错，否则单凭丰原大陆任何一族之力，都绝无法应对此仙。他面露几分惭愧，感叹自己实力在大城中直属一般，无法帮上大忙。但他请韩立放心，回去后尽管安心修炼，尽量提升实力，期间族中一切事务交给他来操办。他会尽快着手疏散人口密集的大城，令大半人暂避偏远之地。如此，即使真波及人族，也能将损失降到最低。此外，他还会在这些大城重新布设利害禁制，以防万一。韩立沉吟了一下，欣然赞同，称此乃老臣之言，一切便先按莫简离所说去办。他也不再逗留，决定明日便返回清源宫。二人又在大厅中交谈了大半时辰，莫简离才起身告辞。韩立带着南宫婉一路将其送至甲板上，目送他再次化为白虹破空远去。等到天边白虹彻底消失，南宫婉终于忍不住转身问韩立，回去后是否真要再次闭关？韩立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说自己此次外出得了数种玄妙秘术，虽短时内难以尽数参透，但多领悟一分，到时或能派上大用。南宫婉眸光闪动，玉容上掠过几分惆怅，轻声感叹自己刚回到族中，不想整个人族便可能面临此等大劫，修炼之途果真不易。韩立闻言却哈哈大笑，说修炼者本就是逆天行事，一路磨难再正常不过，破疾而出便是。他笑道，与人斗有何意思，与天斗才其乐无穷。说罢袖袍一抖，转身向船舱走去。南宫婉见韩立这般模样，先是一怔，但马上想起了什么，嘴角缓缓泛起了一丝笑容，脚步也一下轻灵几分地跟了过去。第二日，原本悬浮在天渊城上空的黑色巨舟一颤之后，当即发出一声轰鸣的破空而走了。2个月后，无涯海、元和岛、清源宫前，黑色巨舟徐徐遗落而下。下方巨大之极的广场上，呼声震天，数以万计的人妖两族修士全都拜伏在青石地面上，恭迎韩立这位祖师的归来。黑色巨舟上人影一晃，韩立就和南宫婉并肩走了下来，后面则跟着花氏老祖朱果等一干人，恭迎老祖归来。万余人的问候声在整个广场上空轰响不停，人人面带恭敬之色。韩立点点头，没有说什么的大步向清源宫大门走去。一旁的南宫婉面上看不到什么异色，但心中却是大吃一惊。先前虽然听韩立说起过自己在人族已经建立了一片基业的事情，但绝没想到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和这般多门人弟子。毕竟他觉得自己夫君才成就大成不久，就算有族中鼎力支持，也应该一切刚开头而已。在清源宫前，海大少这位亲传弟子早已束手而立，一见韩立走近，当即上前一步躬身问候，恭贺师父回宫。韩立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又指向身旁的白衣少女，吩咐她见过师娘南宫婉。海大少先是一惊，随即大喜，连忙向南宫婉恭敬行礼，说自己正是古月天，终于得见师娘。南宫婉轻笑着打量了他几眼，说早听夫君提起过他，果然一表人才。海大少闻言更是喜形于色，连声称谢。韩立却板起脸说，这小子不过一副皮囊好看几分，若平日修炼能有气灵子3分用功，也不至于修为如此之低。海大少忙收起笑容，低声嘀咕了2句，说弟子已经尽力修炼，哪能和大师兄那种练功狂人相比。南宫婉见状不禁嫣然一笑。韩立虽也听见，却懒得理会，只瞪了这弟子一眼，便带着其他人走进宫中。广场上的众门人弟子这才在几位执事引领下起身，整齐地退了出去。只是对于清源宫突然多了一位女主人，他们自是少不了一番议论。待韩立在主殿上坐，命人将一众小灵天修士带下去安置妥当后，才淡淡问起海大少怎么不见银月师姑。海大少偷眼瞧了瞧端坐一旁的南宫婉，神色微异，回禀说银月师姑自师尊外出不久便开始闭关，如今怕是正值紧要关头，才未能及时出关相见。南宫婉微微一笑，说银月妹妹仍在闭关确实可惜，本还想与她聚聚，说说人界旧事，不过既然同在宫中，总有相见之时，倒不必急于一时。他随即吩咐古月天待银月出关后立刻通禀。海大少暗中吐了吐舌头，面上却正经应下，只是一双眼珠仍滴溜溜转个不停，隐约透出几分心思活络。韩立见此情形，又好气又好笑，冲其一翻白眼，就一摆手的让其退下了。